给了我怕光的眼，同赤裸，是凉的，是暖的，我只能仅凭直觉揣测。爱情是如雨，造化我。情丝缠执着。众生如何待我？冲破挣脱，何以变成些善恶？曾有片刻碎落，以爱问向日河。我的存在不会因情节而予以残破。教我。我教你什么好呢？你那日在萧灵府上用的那种，可以击退乌鸦的。那不行，那种符太危险了。你一个外行，万一不小心画坏了，把屋子炸了怎么办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就凭你叫澹台烬，我就不会教你能杀人的符咒。那你要教我什么？啊，有了，看好了啊！我今天先教你这个。好了，就这样，一张符就画完了。不过还得配上相应的咒语才行。好看吗？这符咒有何用处？此符名唤剑生。我小的时候啊，总是要闹着跑出去玩。我的有个仙君，便教了我这符咒，即使待在方寸之地，也能神游天地，而且每次画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景呢。这些修道之人，真是无聊至极，不想着如何精进修为，反倒耗费时间做这些无用之事。此言差矣。先者云：身心意谓之三家，三家相见者，单成也。虚其心，则神与性合；静其身，则精与情济；意大定，则三元混一。身心意合一，便能修成金丹。如何才能合一？
精化为气者，由身之不动也；气化为神者，由心之不动也；神化为虚者，由意之不动也。灭情思，绝爱恨，方能见宇宙，见众生。这便是无情道的不二法门。人不醒，梦也不灭，因缘缱绻，经书千页，抚平轻狂的脸，早已厌倦，一一惜别，且将尽于铭记。不过这都扯远了，条条大道通正途，无情道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条路而已。好，我学。可惜我探查过了，小魔神并无仙骨，此生即使再努力，也与仙途无缘。不过只要能不坠魔道，做个凡人也是好的。叶希沃，你看我这符没画错吧？哦，可是这符为何没有作用？这画符也不是100%能成功的。你第一次画符能记住图案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何况这剑生符啊，看见的是这世间至纯至美之物，念咒时要心无杂念，特别是要心无恶念，才可能成功。你慢慢画，不要浪费了啊！记得要心无杂念的画。教我画符，自己倒是先睡着了，真有你的。你起来，把我教会了再睡。起来！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我还没学会呢。你这不是剑圣符。我教你个新的，不开心吗？叶希雾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
你怎么一画起来就不知道休息呢？你干什么？那你要是整夜的不睡觉，会死掉的。喂，叶希雾，乖啊，我们明天再学。叶希雾，你放开我！嘘，安静。叶希雾，叶希雾，因为我喜欢你，行了吧？喜欢就是不想让他死，想跟他待在一起，看不到他会着急，看到他了就会高兴呗。方寸海纳，一动神随。三祖乃是晋国王室图腾，婚宴当天，可有晋国人士？晋国至此，澹台烬当时也在场。传闻一月族可以沟通操控鸟兽，此事此子蛰伏多年，心机极为阴沉，留着终究是个祸患。陛下的意思是？孤要他的人头，做得隐秘些。奴婢明白。陛下，叶萧次子叶青羽今日从边关回来了。不记得此子年幼聪慧，做事极有章法，是一个不逊于灵儿的少年英才啊。是。听说这百姓们都夹道欢迎呢。哼，柱国大将军劳苦功高，在军中一呼百应，他这个儿子也算是青出于蓝，我看其声望啊，要更胜其父了。你说是怎么回事？都是一个爹生的，叶大公子烂泥扶不上墙，二公子却如此年少有为，青出于蓝啊！哎呀，不打紧不打紧，10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。切！谁在念叨我？二弟快回来了吧？今天天不亮下来就开始鸡飞狗跳，全家上下一刻都不得安生。我站不住了，哎呀呀，可累死我了！我还是个有伤在身的人呢。二少爷回来了。二少爷，祖母、父亲，青羽回来了。老天保佑，终于把你平安盼回来了。
青羽不孝，不能与祖母、父亲膝前承欢，请父亲责罚。什么罚不罚的？你是替大圣守江，还有比这更荣耀的吗？你虽不能在家尽孝，却对得起列祖列宗，对得起大圣百姓，爹，自豪得很。快起来吧！起来，起来！来吧，来吧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！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，不要一进门就罚来罚去的。二姐怎么不在？哦，西雾啊，他昨天晚上在阁楼不知道玩什么。青羽啊，你二姐这几日苦读诗书，那叫一个废寝忘食，大概是忘记饭点了。待会儿叫人给她送些饭菜就是了。对对对，不妥。祖母、父亲都等在这里，岂有小辈缺席的道理？青羽呀，西雾她还是个孩子。她已年过20，嫁为人妇了。哎，反正西雾已经嫁出去了。她嫁不嫁，一言一行代表的，都是我们叶家的家风。这个，我这几年虽在边境，亦有耳闻。二姐恶名远扬，平日里虐打奴仆，将大姐推入水中，又在宫中醉酒失身，不清不楚嫁了人。对呀，二弟，你就该管管叶西雾。啊，你看看我这身伤，就是前些日子六殿下成亲，府上闹妖娘，他把我们晾在外面，竟然冲回去救他男人，胳膊肘往外拐，这算什么叶家子孙？大哥，你身为叶家儿郎，不知营救他人、保护姐妹就罢了，竟还有脸指摘二姐。二姐好歹是在救人，你这身伤是为了保护何人所致的？我好饿，我头好晕啊！哎呀，我什么都听不清楚了。二姐性格一向顽劣，恐怕自我走后，没人再匡正她的过失。我要去看看她。青羽、春桃，快去救救你家小姐！叶西雾，快起来了，有人来了。我再睡会儿。有人来了，该吃饭了。再睡会儿。跟春桃说帮我留口饭。荒唐！小姐，你，这么大声干什么呀？刚才谁来了？你弟弟叶青羽。是啊，小姐，您怎么还睡在这儿？二少爷今天回来了呀。二少爷他回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顿手板还是吃上，果然是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惨了，这个二弟怎么比叶西雾还凶啊？叶西雾，今日祖母、父亲等在饭厅，你却无故缺席，视为不孝。兄弟千里归京，父祖相迎，独不见你，视为不悌。你虽嫁为人妇，却与夫婿白日宣淫，视为不耻。我离家3载，疏于匡规，你竟长成这般恶行恶状。青羽，愧对叶氏门楣。我知道错了。你既知道错了，我初到家也不多罚你，便在此跪上一炷香的时间，反躬自省吧。
小姐，你快跪好！你要是被二少爷看见了，又要多罚你1炷香的。那也没有弟弟教训姐姐的道理吧？在这个家，大哥都怕问。可他有这个权利，他是叶家家督。家督不是我爹吗？家督以前是老爷没错，可老爷不喜欢这些繁文缛节的，所以在大事小情上总是糊弄敷衍。偏偏咱们圣国又很看重这些宗族礼数之类的东西。后来有一年，老爷嫌麻烦，就把祭祖这种事儿一股脑的抛给二少爷。没想到二少爷干得非常好，比老爷靠谱。自从那次之后，二少爷就被叶氏族人推举成了家督。虽说吧，也有12岁拜相了，可我爹当年究竟有多不靠谱，族人们才能同意让这个半大小子当家？你这样说，老爷是要被二少爷罚家法的。那我二弟他什么时候走啊？最少也要过完年后吧。哎，小姐，小心。小姐，家督大人要打谁啊？二少爷去找姑爷了。叶青女如此凶神恶煞，倘若真被他发现谭台烬是个坏胚，还不立刻铲除？小姐，小姐你小心。方寸海纳，意动神随。澹台殿下，久仰。二公子口中的久仰，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吧？众口可以铄金，但叶某信眼见为实。二公子来找我，不只是为了寒暄吧？一来是替我二姐的所作所为向你道歉，二来是想请澹台殿下日后一同用饭，三来二姐鱼丸不成体统，还望殿下日后不要由着她胡闹。譬如今日这般荒唐羞耻之事，若是传出去，对叶府、对澹台殿下都不好。羞耻之事，二公子为何不直接说？究竟是何事？不提也罢，你们的闺中之乐本就不是我该知会的。不过，眼下倒有另一桩事，想向澹台殿下请教。何事？方才，澹台殿下是在念咒吗？你听错了。我曾在逍遥宗修道3年，术虽不精，可念咒施法之事还是识得清。此事我二姐可知晓？我父亲可知晓？叶惜雾知不知晓？你为何不直接去问他自己呢？我与二姐自小一道长大，她虽然性情恶劣，心思却粗疏，极易被人蒙蔽。澹台殿下，听闻近来京中屡屡生乱，妖祟横行，与我何干？宣城王府大婚之日遭难，许多地方至今还亟待修缮。我大哥重伤未愈，就连我父亲柱国大将军都受了伤。可我听闻，澹台殿下当日也在场，可却毫发未伤。这又如何？我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景国的王室徽锦是一只3眼乌鸦，当日攻破宣城王府的妖孽，
正是乌鸦。你说，怎么会这么巧呢？叶将军，你的想象力如此之好，只做戍边武将，实在是屈才了。澹台殿下，我有一术，名曰观骨，可看其根骨本性。你可愿意一试？二公子非要如此吗？澹台殿下若自身清白，何惧一试？二弟，哎，你误会了。一炷香的时间这么快就到了？没有，我马上就回祠堂补上。二弟，你说的那些妖祟行凶时，我和澹台烬一直都是待在一起的，他还差点死掉呢，真的不是他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可有在偷袭符咒？嗨，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他是有在练习符咒啊。是我进来学了些简单的符咒，我觉得一个人练着无聊，就拖着澹台烬跟我一起练。谁知道他这么笨，根本就学不会，这才偷偷在屋里练习。原来你担心的是这个，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你为什么不直说？学符咒？你又是从哪里学的符咒？哦，前段时间京里不是闹妖怪吗？我就让庞博士教了我几招。澹台殿下，青羽方才多有得罪，还望见谅。而且，我刚才和澹台殿下说了，既然是同一家人，便没有分粥而食的道理。明日起，我们便一同用饭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同意，你做得很对。就知道吃，要不是我，刚刚差点就被除了。青羽，说起来，你也会仙术吗？你方才说的那个什么观骨术，吓他的。吓死我了！澹台烬啊，澹台烬，不知者不忧，你呀，真是傻人有傻福。二少爷，宣城王派人前来请，殿下说与您阔别数载，甚是想念，现下请您去府中一叙。备马吧。是。原来叶将军也是我不照山的同门啊！殿下不说，我还真看不出来啊！圣国的官宦子弟啊，无论有无天赋，家中总爱送他们入仙山修行几年，也算是一桩习俗了。庞博士看不出来也是应该的。我与殿下不同，并没有什么修丹问道的天赋，只合在军营中舞刀弄枪。叶将军可真是说笑，你这样的人才，都说自己没有天赋，那我岂不是你们大圣的米虫了呀？啊！我听闻景国国君已经暴毙，若消息是真的，不知天下风云又要如何变幻了。将军何须担忧？澹台无极重病暴亡，王位就要落在澹台明朗之手。听闻此人多疑多怒，日后继位，恐怕该担心的是景国自己。所谓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古今皆是如此。殿下，景国虽是敌国，可他们的士兵、百姓，也都是血肉之躯，与我们并无二致啊。叶将军如此胸怀，适龄浅薄了。我为加官守将，受朝廷俸禄，自当尽心竭力守护圣国江山。但从心底，我只希望天下再无烽烟，有朝一日能够重归一统。可两国相持已久，不知何年何月哪位雄主才能有此魄力啊！殿下，若你将来做了大圣之主，我
叶将军，父王春秋鼎盛，你实在不该说这种话。在下失言，请殿下责罚。将军不必如此。哎，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嘛。你们凡人看开些就好啊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你们随便算上一卦啊。算什么？哦。怎么？说按这卦象，能结束乱世、平定天下、造福万民之人，如今就在这圣都之中啊！让我再算算。那日我吞噬梦妖，虽然获得了一时的力量，但很快就会耗尽的。我身体对妖力的渴求，仿佛是无穷无尽的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叶青雨怀疑我，叶希雾还天天跟着我，我得另想办法寻找新的妖力。二少爷，春桃，你可有看到大少爷？大少爷，哦，大早上就出门了，还问小姐借了20两银子，恐怕又是去。好你个叶泽宇！大！哎呀！还来吗？来！输一次脱一件衣裳。叶大公子刚刚已经赊了一件，要是再输一件，可就要一丝不挂了。脱就脱，你个姑娘家都不怕看，我能害怕脱吗？来，那就来吧。哎，客官留步，请问你找谁啊？叶泽宇，在里面吗？啊，您找叶大公子有什么事啊？我也好替您通报一声。来打断他的狗腿！列祖列宗保佑，千万要赢一回啊！你们也不想看到孙儿给你们丢人现眼吧？列祖列宗，你们也太铁石心肠了吧！还不一定呢，你来。叶大公子今日运气可是不佳。
这次轮到你脱啦！脱！谁呀？敢打本大爷！打得好，二弟，你来了。穿上你的衣服，回祠堂，跪家访。是，我这就去。哎呀，让开，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个叶青羽似乎真的有些本事，不得不防。符咒之术进展缓慢，还易被发现，远不及妖丹有用。适逢年节，街上鱼龙混杂，适合出门游猎。但是叶惜雾肯定不会让我出去的。谭太介，我们出门买年货去。哎，你自己要去讨麻烦，还叫上我做什么？我又没让你拉车，推三阻四干什么？这人呢，就要多晒晒太阳才能长得壮，总是闷在那个小阁楼里，会变成变态的。也好，正合我意。走了。哎，原来人间的节庆这么热闹。这一条街上的比整座长泽山都多。春桃，我们下去逛逛。哦，小姐，那个也好吃，你就知道吃。年关将至，这街上人来人往。仔细寻找，应该能遇上一两个企图鱼目混珠的妖物。公子留步，你的斗篷还在我这里呢。斗篷就赔给姑娘了，在下替家兄赔罪了。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他欠我的，你替他还，算怎么回事？那他还欠我一件衣裳呢，难不成你这个做弟弟的要替他脱给我看吗？况且他欠我的银钱，不仅仅只有一件衣裳这么多。很甜啊，你吃吗？那我都吃了。今天好多人啊！明明可以感受到妖气就在附近，可是它究竟藏在哪里呢？好吃的栗子嘞，来看一看。板栗，走。哎，姑娘，要来点栗子吗？来一份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去哪儿啊？看看嘛。来尝这个，你尝一下嘛。你看看你，整天闷在那个小阁楼里，跟出来晒晒太阳会化了似的。你就应该多出来走走，吃点好吃的，开阔心怀。这么说，以后我可以随意出来走动了。可以啊，不过我得陪着你，万一你走丢了怎么办？这女人并不傻，还是在提防我。小姐，这还有这么多没买呢，要照这样逛下去，天黑都买不完。有道理。那马车给你，你买完先回府，我且逛一会儿。走吧。
都处理干净了？是。那个叶家二小姐现在与殿下形影不离，那些人应该不会再有机会对殿下下手了。想在叶家这些人眼皮子底下见殿下一面，一定得小心谨慎。大司机，殿下虽是公主的亲生血脉，可她与夷越族并不亲近。况且您离开了那么久，若她不愿意与您相认怎么办？不仅是为了夷越族，更是为了他自己。走吧，先去找个落脚的地方。是。哎，谭太监，谭太监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这个呀是泥哨。小时候谁没玩过？难不成二位是神仙下凡，不食人间烟火？我倒真是下凡来了，没想到小魔神也不认得。他自小就过得如同囚犯一般，谁会给他买玩具呢？给您。看他一路四处张望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恐怕跟我一样，是头一次出来逛庙会。谭太监，要不我给你买一个吧？叶希沃，你是小孩吗？自己想买，还拿我作为借口。我买。快躲起来！哎，没想到二弟平时不苟言笑的，竟然也出来逛街。才买了这半日，家兄欠的银子，差不多还清了吧？我来算算啊，本钱是差不多还清了，可你总要付我些利息吧？这利息还真厚啊！那可不。哪个颜色好看？都好。给我买个口脂，我们就算两清了。好。那你帮我涂吧。快点儿。我闭上眼睛不看你笑话，总行了吧？看到了吗？好看吗？我没认错吧？这人是我们家家督大人吗？热闹看够了吗？转过来了，转过来！我就这两个吧。啊，这两个，行行行，慢走啊！啊。太监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不对，不是味道，我说不上来是什么。没有。这就是那股妖气的源头。终于找到它了。若能取了他的妖丹，翩然姑娘，哪里人士？我不是你们圣国人，我家乡偏僻，就算说了，你恐怕也不知道。原来是远道而来。那在京中，可有亲眷？没有，我自个儿住，无依无靠的。以后若有大事小事，
免不了要去找你。无妨，无论何事，尽管来找我。前面过了桥就是我家了，辛苦叶公子东奔西跑了一日，不跟我回去喝杯茶吗？今日除夕，大母在堂，不便在外烟柳。好了好了，不必啰嗦了，今日便放你一马。那叶公子记得得空来取披风。告辞。叶公子，记得你又欠我一杯茶了。这人倒也可爱，罢了，我也不急这一时。这件祖母穿刚好，这件给阿爹，这个也要了。春桃穿着正好。掌柜的，都打包起来。想想还差什么？哦，还有叶泽宇，你进来。怎么了？替我穿试试。我与大公子身量不同，我看合身。掌柜的，这件也要了，我们直接穿走，不用打包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尺寸的4季衣裳多挑几件，就按照他的身量来挑，都打包送去叶将军府。哎，好。叶惜我，给我的。我之前不是答应过你要给你买一件新的吗？我忘了好些日子，你对不住。哎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换上吧，这天都要黑了，爹爹他们要等急了。快去啊！快去！快换上啊！总算是都买完了，可以回家吃年夜饭了。我带你出来还挺有用的。爆竹，谁要爆竹？爆竹是卖烟火爆竹的。春桃都买过了。买点爆竹吧。再多买几个也不要紧。叶惜我，姑娘，买点爆竹吧。姐姐，你篮子里的爆竹都卖给我吧。啊，我这爆竹是我自己手工做的，不太好看。没关系，我就喜欢这样的。多少钱？你给我30文吧。不，你给我20文，20文就可以了。给。不，这，哎呦，姑娘，这个也给你。哎呦，新年好，姐姐。哎，姑娘，使不得呀！哎呀，我遇见活菩萨了。你买这么多爆竹做什么？我喜欢放，不行吗？天这么冷，人家早点卖完，我就可以早点回家过年了。你今日买了他的爆竹，明日他还是会出来受冻贩卖的。那明日说不定还有我这样的冤大头呢。叶惜我，你那一代铜钱是帮不了他什么的。你说的对，这世间的痛苦是无穷无尽的，我什么也改变不了。不过，至少今日他可以早些回家过年了。
繁星是抬眸间，忽然月上缺。红尘是花伞间，大雪零落的眼。择一日随云逝，